哎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啊！要不是我够兄弟讲义气，我早就走了。啊！上门啊！看你这副功臣的嘴脸，查到些什么了？没有查出太多的线索。你知道我是个低调的人。根据木头的纹路脉络，我经过一系列的推测，可以确定，这套盒子应该是有4只，而这2只刚好是一头一尾。这个料子之前也说过了，算不上太好。不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年份，估摸着可以推到康熙年间。虽然不是什么老东西，但是上百年的货，还算是有点意思。做工嘛，不算差，但也达不到名匠的水准，应该就是泉州一带的木雕活。就算有什么特别，也查不出是哪家下的手。就算是确认出来了，那个人肯定也早就死了。你赶紧说说，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？特别，还真有特别。这种特别，也只有我这样的天才才能发现。哦，这个特别就是漆。漆？对，这2节胶木上的漆应该是刷了2道，而且这第2道啊，明显是后刷的，前后差不多有个几十年的样子。所以这第2道漆必然是为了掩盖。掩盖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这得把漆剥了才能看得见。你知道我是个讲究人，没有经过你的允许，我哪敢破坏你的东西啊？林兄，请。好嘞。宝写的什么？穆青兄，自己人别瞒了，这东西跟净坛迷藏有关吧？不然你能出1000两的价钱？看在兄弟的份上，1000两我不要了，只求你去找迷藏的时候务必带上我。哎，你是了解的啊。一来我有眼力，我无宝不识；二来算上之前山西帮你拼瓷罐那回，我已经出了2次的力了。还有啊，如果不是我参透了第2道漆的秘密，穆青兄，你哪能看到这几个字啊？虽然这几个字也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，但是你带着我，我肯定能帮得上忙。你看这一路，关键信息不都是靠我抽丝剥茧吗？只要你答应带着我，我必定竭尽全力追查这套胶木暗盒的来路。那你一定要保密，必须保密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对外面说出去的。穆青兄，你就放心吧，闷声发大财那是我的优良品格呀。4份封印，揽出任从游子孝，入门还是旧生涯呀。那这么说，齐亲王他也没有机会弄到了，那这倒是一个好消息。大人，属下觉得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你觉得还有机会？就算卓不凡手里有1/4的封印，但是他的赢面不会比我们多。也对，但是你好歹先弄到1份啊，这样我们内务府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啊。虽然如今剩下的封印线索不明，但是我们获取的信息可比以前多多了。我总觉得诸多线索都已浮出水面，只要破其一二，就能解开谜局。只要您有信心，我就放心。属下答应过大人会竭尽全力，眼下还远不到认输的时候。
联手追寻禁坛秘藏。是，你和我不是早就联手了吗？哦，之前是联手追踪卓不凡，现在是寻宝，是不一样。那你这次联手，是算北洋还是？秘藏是朝廷的，不管我是北洋43协的协军校，还是大沽县衙的捕快，都一样。你对朝廷的忠诚，这点我还是相信的。吴清大人，我们这回再度合作，希望大家可以开诚布公。看来你很有底气嘛。这2天去哪儿了？卓不凡找到了一条线索，直指天津。我追踪而去，发现他的目标失误，是达摩院首座的传人。他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人死了。卓不凡杀死了他，周不凡拿到什么没有？但是他并没有拿到达摩封印，你拿到了。所以我希望这次合作可以开诚布公。好，开诚布公。我记得穆青大人曾经说过，要想开启净坛秘藏，需要的是2份藏宝图。现在看来，需要的可能是3份了。那是之前了，现在我可以笃定，一共需要4份。4份。卓不凡手里有戒律院封印，如你所说，他还差点得到了达摩院的封印，不过落在了你的手里，很好。菩提院的封印你是知道的，我知道，进入浮屠寺的人是你。还有1份，毫无线索。毫无线索。那个，你那份封印什么样的？跟你的一样啊。你先给我看看呗。你先给我看看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不知道？这是封印的盒子呀。啊，对，你不会没见过吧？我那个……哦，也是，并不是所有封印都放在盒子里。对，短的那一节就是戒律院的封印，就是卓不凡从宫中拿到的；长的是菩提院。这上面的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这些字断断续续的，我琢磨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。我还指望着你能拿过来一段盒子，再多凑几个字呢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？宝是保和客栈，5是5月初6，3是30年之约。保和客栈5月初6，30年之约。这30年是从哪儿算的？从哪年算我不知道，不过30年之约约的具体时间我是知道的。辛亥年，也就是今年。你从何得知？达摩首座圆寂前留下了这句话。既然封印的盒子上有，又从南少林传人口中说出，想必这就是众封印传人约见的时间和地点。如果这个约见是30年一次，那么从辛亥年往前推30年，也就是光绪7年；再推30年是咸丰元年；再推30年是嘉庆25年，然后是乾隆56年、乾隆26年，最后是哪年？康熙40年，也就是朝廷派兵围剿南少林，连寺庙都焚了的那一年。穆青大人分析的没错，辛亥年是又一个30年之约，5月初6应该是见面的具体时间。这一天，4位南少林的传人应该都会出现。菩提院的传人是不会出现的，不过我可以用这个身份去赴这个30年之约。
达摩院的传人已死，但是你拿到了封印，你就有资格跟我一同前去。戒律院传人投靠了朝廷，想必是不会出现了。不过持有戒律封印的卓不凡一定能赶到。那么还剩下一个人，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人。第4封印，第4封印。或许到了5月初6，一切都有答案了。保和客栈在哪里？我来找你，我以为你知道呢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是内务府的大人，又是神探，你去查不就知道了？地名都告诉你了，你一定会查得到。好，我去查。我也会去查的，穆青大人。一旦查到消息，立即互通有无。知道了，开诚布公嘛。开诚布公。王爷，于焕杰来了。免了，说吧。是，说，怎么说？哎，你这是？回王爷，自从上次得到王爷的教诲之后，焕杰深有感触。王爷就是我人生的明灯，所以回去我就把头剃了，以明志。日后焕杰定会对王爷肝脑涂地，毫无二心。行了，说吧。是，属下，不，奴才和卓不凡在天津一带找了许久，也查了很多。直接说结果。直接说结果。哦，结果是，我们找到了那个老疯子，他身手非常厉害，但最终还是被我们拿下了。一无所获。王爷都知道了。要是你们大获而归，何至于连笑都笑不出来？王爷，奴才愧疚万分啊！那老疯子已经疯了几十年了，在他身上住的地方，我都仔仔细细的搜了好几遍了，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啊。行了，不过是一件旧事，找不到也是预料之中。你起来吧。卓不凡为何不来复命啊？奴才是竭尽全力的为王爷您办事，所以这一回来，我就马上来偷偷见见您了。卓不凡，他可能还在琢磨吧？可能是想找出个说辞来，才敢面见王爷。说辞？我要说辞有何用啊？你是在欧洲留学？我先去的日本，后来是美国，南洋也待过挺短一段时间，欧洲去过1次。柳小姐的经历如此丰富，挺让人羡慕的。哪里？我一介平凡女子，和格格没法相论的。你的海外经历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哦，孙文。这里没有别人，也没什么忌讳。我是王爷的女儿，自然会知道这些人和事。想不到格格还会关心这些。不过我可不是学医的。你也很关心啊，不然怎么知道孙先生是学医的呢？流远海外嘛，免不了会听到这些。也是。那柳小姐此次回国来，准备做些什么？还没想好。在外许多年，回国还不太习惯，暂未做打算。哦，刚刚柳小姐说自己已经好久没喝过下午茶了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国多时了呢。我回国之前在南洋嘛，那里不比欧洲，有喝下午茶习惯的人不多的。也是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留学时的同学柳小姐。
这是我先生。你好，刘小姐，钟海潮。你好，钟先生。钟先生是军人，海潮是北洋将领。先生一表人才。不耽误你们同学相聚了。坐。你先生也是留洋的？海潮在德国学的军事管理。般配。啊，都曾海外留学，接受过先进的西方教育，一个是王爷千金，一个是新军将领，你们一定是情投意合吧？你呢？我看你也没比我小几岁，成家了没有？没有。有未婚夫吗？也没有。这些年东奔西走的，都没安顿下来，哪有恋人？有了恋人，才能安顿下来。挺好，适合你。哥哥太客气了，我住在你这儿已经非常打扰了，再拿你的东西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无妨，这些衣服我也穿不着，放着也是浪费。想送人吧，毕竟又是西洋款式的，一般人也不便穿。我看你刚好没带什么衣服，总不能一直都是身上这件吧？我出来比较匆忙，确实没带什么衣物。我还想说找时间出去买点呢。不用了，你买也买不到我这些的。木青是你表哥？是啊。你表哥之前入狱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自然知道。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啊？之前在国外读书，只知道追踪不幸事。不过现在既然已经赦免，还官复原职，就希望他能够平安顺利吧。他参与变法，你也知道吧？听过。格格对木青好像很是关心。木青是大内侍卫，和格格您的身份相差颇多。可是我怎么总觉得你们之间似乎很熟？当然很熟了。木青以前是先帝身旁的人，先帝是我叔叔，自小我们就认识，就像兄妹一般。想不到木青一个御前侍卫，能够有如此尊贵的妹妹。你叫你表哥一直都是直呼其名吗？在国外待久了，习惯叫人直接叫名字。对，也对，在国外连孩子叫父母常常都是直呼其名。格格是困了吧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你休息一会儿。那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几件衣服又不重，我自己拿就好了。多谢格格。门三刀是大内侍卫，他查起来应该会更容易吧？是啊，他可以调动内务府呢，来查商部、户部的早年信息。那你还在愁什么呢？我是心里没底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达摩封印。只要门三刀和卓不凡信你有不就行了？卓不凡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我和门三刀是合作，如果他提出我们都拿出封印来看一看，我真的很难拒绝。而且，如果木青大人知道我在骗他，不知道得多气恼。你现在就别想这么多了吧，咱们走一步看一步。也只能如此了。
你该休息了吧？我去丁伟那儿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男女，你受也受了，亲也亲了，你现在又想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？不是，我是说不方便，还是你想不方便？王家洛，老师成你这样，就不是老实人了。那是什么？桌子。木头。见你还亮着灯，不知是不是跟我一样睡不着？我让人做了甜汤，一起喝一点，聊一会儿，说不定就容易睡了。这么晚了，先生不在吗？他常常要在军营处理公务，所以多半会住在那边，闲暇了才会回家。总不回家，你不会不高兴啊？没什么高兴的，也没什么不高兴的。现在国事动荡，军人要听令。也是，穆青也特别忙。不过，每次他忙完回来，都会带些点心回家。还是格格的汤羹好喝。有时候穆青带回来的多半都凉了。你现在直接告诉我无敌封印是什么，我立刻放了你，不是更省事儿？你记着，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。你若是想逃跑的话，就别白费力气了。汤羹这些，就得吃热的吗？是啊，凉了还有什么意思？即刻起，查阅自康熙年间所有记录，找一个叫保和客栈的地方。穆青兄，别太着急了。都4月24了，再过几日就是5月初6。我说我不着急，你能信吗？是啊，这破客栈可太难找。只要是有这么个地方，那就一定能找着。接着找吧。已经是4月25了。一日未见如隔三秋，3日未见如隔好几年呢。格格，今天我不是来卖东西的，我是来送礼的。怎么今天会如此大方？格格，你是知道我的呀，我肯定是有目的的。既然在京城做生意，我就希望能找个靠山。想来想去，要是能攀上齐亲王，那我是打断了腿也不愁了呀。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份很厚很厚的礼，希望格格能转赠给王爷。要是王爷能收下，那我就放心、安心、死心了。普通的东西自然是不能呈上，这件物品可不得了。寿山石的名家雕品，少说也有300多年，而且来历非同一般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就是个给格格送货的南洋商人，都是些珠宝首饰什么的。格格说让您也去看看。多谢格格，是真的挺好看的。Lucky 总是带一些好玩的东西。谁？哦，他叫林浩瀚，因为是从南洋来的，总让人叫他 Lucky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肚子开始痛了。你跟格格说一声，我先不过去了。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这是什么呀？送您的。你送的？一个商人最近开了一家很大的古玩珍品店，就在前门那边。
这个是他专门送给父亲您的。一个商人能送出什么好东西啊？收起来吧。父亲，您好歹也看一眼啊！这人家还说了，这是寿山石名家雕品，有300多年了，而且来历非同一般。相传是福建得来的佛物，是以前南少林方丈的镇纸。哦，这叫什么呀？叫一步莲花。一步莲花。齐迁王府，准确来说是乌兰山身边。这门三刀竟然把柳林送去格格的家里。这内务府是和齐迁王还是和北洋合作了？门三刀没有跟王底宝提起过此事，甚至连柳林这个人都没有聊到过。询问了府上的下人，说柳林是乌兰山留学时的同学，从国外回来找他来玩的。乌兰山也是这么跟钟海潮说的。钟海潮并不知情。从我了解的信息来看，确实不知情。那就是乌兰山帮柳林编造了身份。是的。没想到门三刀和乌兰山竟有如此交情。开始我也很不解，所以专门调查了一下。我找人在内务府打听了一圈，12年前，光绪曾想要做天子妹，让乌兰山和门三刀成亲。12年前，戊戌变法那年，变法后门三刀成了阶下囚。若非如此，他应该才是王爷的快婿。所以他们俩旧时有情。钟海潮知道吗？这应该不是秘密了，只是没有人去提而已。钟海潮能娶王爷之女，也是为师徒铺路。这门三刀利用他跟乌兰山的关系，把柳林藏到他府上，挺高明的。我觉得反而简单了。虽然乌兰山府上有侍卫，还有北洋卫兵，但必然不会戒备森严，毕竟是王爷家。想来那些守卫早已适应了风平浪静。门三刀断不会说出柳林的身份，而乌兰山对外也只说是他同学，所以不会刻意加强防御。或许我们去他府上接人，要比去门三刀家里更容易一些。好，你准备准备，尽快动手。这次你要找一些江湖人士，千万不要暴露。你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。师兄，不凡，你是要去向齐亲王复命？是啊，咱没能有所收获，少不了一顿责骂，不过忍忍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这一次是去挨骂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，你就别跟着了。那也好。不过不凡，你要切记，忍着，不要惹王爷生气。我有分寸。可是他已经等了多时了。让他等着。好，连茶都不用上。是。周掌门，王爷要您候着。王爷公务繁忙，我等便是了。穆青兄，收到个线报，说有人召集了10几个散兵游勇，今晚作审。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说招他们的是个女的，那可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吗？日本那个女的，没人见过，不能确定。不过他们上次绑过人，我怕万一……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把人放在王府。哼，胆子不小，敢在王府动手。走吧，葛太兄。
换身衣服去他们那边溜溜。往前面看看去。给我来2碗。哎，好嘞。这个地方选得好呀，换成我也选成这个地方。王府的西南角里边就是后厨，守卫少又容易乱。这儿还偏，天黑了就更没什么人了。选得不错。人我也发现了，17个嘛。哦。都竖齐了。穆青兄，你先别说，让我试试。那边那5个拉大车的，天都快黑了，拉大车的还能有什么主顾啊？这几个人应该是接应，人绑了，拉车上带走。用车拉太慢了，事成之后应该有车来接。大车里装的是兵器和绳索，这翻墙劫人啊，少不了要用到家伙事儿。有道理。西边树下那俩下棋的，围了5个人看，一共7个。棋下的好不好咱不知道，但是看棋的居然提了个灯笼，难不成打探来就知道这棋要下到天黑呀？葛太兄看得准，哎，都是跟穆青兄学到的。这么看来啊，我以前带人真的是装得太不像。哎，还有那边那个削萝卜的，大白萝卜都削成胡萝卜，这还有人买？必然有鬼。还有旁边那转钩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哎，还有这面馆这俩，这面吃多久了？面还不坨了。哎，穆青兄是17个，还有一个呢。你这个面茶不错，小米面啊，还是树子面啊？是小米面。葛太兄，你不觉得这面茶分外的好喝吗？是啊，地道。可是他居然不知道这是用什么面做的。哎呀，灯下黑呀，居然把这漏了，还挺下头。赵家铺子的，那儿可卖的不便宜啊！你拉这一车过来，花了不少钱吧？今儿个咱不用花钱了吧？当然不用了，把这车拉回去，兄弟们审累了，还能喝一碗正宗的赵家面茶呢。你们是今儿晚上动手吧？对呀，你们为什么来这么早？这地方不用踩点，把你们都带回去吧。哎，你不会不好审吧？男神也无妨，还有16个，总有软骨头，对吧？别愣着了，还没喝够，再盛2碗。来，哟，动手了！上！你们昨日就回来了，为何耽搁了1天才来复命啊？是不是在天津卫一无所获，觉得对不起我呀？我昨日确实和门人在天津郊外发现了那个疯子，也确认他的身份就是南少林达摩院第4代首座。不过他已经疯了40年，问不出任何事儿，包括他的住所，还有身上也找不到任何线索。我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力，所以谈不上对不起王爷。你想了1天就想出来没有对不起我？那你说说，你想了1天想出来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暂时还没想到。哼，保和客栈是什么呀？保和客栈，
你想了一天都没想出下一步的计划。可门三刀在内务府已经折腾一天了。门三刀发现什么了？他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可有人来报，他让人翻查史料记载，都已经翻到了200年之前了。要查一个叫保和客栈的地方，这肯定是个重要的信息。可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你不是说你的每一步都走到内务府之前了吗？王爷给我的所有线索，我都查得清清楚楚，包括那个天津疯子，我也用了半天就查出来了。如果说门三刀的行动提前于我，那只能说明内务府的消息或许多过王爷您呢。混账！那是什么？捡起来！王爷刚才说保和客栈，对。此物从何而来？是人送的，说是产自福建，还跟南少林有渊源。这何止是渊源，这是一封密函，上面写着南少林4堂首座持有封印，每30年相聚于保和客栈。康熙40年5月初6。每30年，康熙40年，雍正9年，乾隆26年，乾隆56年，嘉庆25年，咸丰元年，光绪7年，然后就是宣统3年，今年。连老天都眷顾我。那看来这个门三刀找保和客栈，就是要赴这30年之约啊。如果其他的传人都能在那天出现，那么所有的封印都能得到，就能开启净坛秘藏了。那这还真是天意啊！在下定不负所托。5月初6已不剩多日。你抓紧时间准备吧。可这保和客栈在哪儿，咱们还不知道。我会让人盯着内务府，只要门三刀能查出来，你就能知道。那多谢王爷。不要坐等，万一门三刀也查不到，5月初6已不剩几天了。可我原本想的是，先去找早已叛离的戒律院首座的后人，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。那家人已经被内务府查了几10年，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收获吗？仔细查查，总能查出点什么。不，先查保和客栈。穆青兄，今天这运气好啊，还能遇上卓掌门。穆青兄，咱身边没人，要不要？不用，我想试试。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卓掌门，戒律封印带身上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当然随身携带。那卓掌门是愿意自己交给我呢，还是一会儿我从你失手上场？也对，你若是愿束手就擒，那就不会叫不凡了。出剑。
出剑。这不是你的武功，不是我的，难道还是你的？这才几日，你怎会如此精进呢？想知道啊？交出封印，我告诉你。穆景兄，你怎么变厉害了？是他变弱了，他可能受伤了吧。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不安，问了他们才知道你去找七亲王复命了。忍不住跑出来想去找你的，哪知道你遇上了门三刀。我没事儿。你是因为刚刚受伤，所以速度才不快的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嘛？不。我是想速战速决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慢。但他的每一刀都能击中我的剑矢，每一次都能后发先至。他之前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他的刀，没错，他用的是刀，使的是剑法。三法印剑，看来门三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精进，想必他在浮屠寺定然接受了菩提院的传承。三法印剑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少林武功竟然如此可怕，我必须要找到净坛秘藏，跃进其中的武功秘籍。就是个普通商人。平日里会来推销一些东西，价钱挺贵的，不过东西也都挺好的。父亲怎么会问起这个啊？人家送我东西，我该知道是什么人吧？他叫林浩瀚，不过他都是叫自己 Lucky。Lucky， 英文，好运气的意思。不错，运气是不错。你确定他就是个普通商人？确实就是个普通商人。他平日里就是到处收货卖货，还卖了不少东西给格格，应该赚了不少钱。这个林浩瀚最近弄了个大铺子，这2天就要开业了。
听说还请了格格去呢。那就是巧合，只能是巧合了。他这个东西本身也算不上太值钱，料和工都属于中等，不能算是上品，倒是送人的好选择。他一个商人拿这个不算贵也不算便宜的东西送给王爷，倒是合情合理呀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此人也是无意间帮了个大忙。昨天你睡的地上，今天我睡地，你去床上睡。没事儿，我是男人嘛，睡地正常。那我陪你睡地上。那不行。那你陪我睡床上。那更不行。跟我睡是委屈你了吗？我都不介意，你一个大男人在矜持什么呀？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上次已经有辱斯文，枉费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怎么能做如此不公的事情？我都已经想好了，等我把案子结了，我就提亲，明媒正娶。现在师傅也走了，我们都一样，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。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家人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信你，我等你娶我。我王家洛，非你不娶。你先睡，我出去透口气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我一个人怕黑。片刻就回。哎，停！回！家洛兄，浩瀚兄，有缘，真是有缘啊！我这一路上一直在打盹，就看了这么一眼，就看见家洛兄你了。你说巧不巧？我的商号明天开业，之前就一直想请你，就是找不到，结果就这么就碰上了。这是请柬，地址就在这儿。家洛兄，你可一定要赏光来捧个场，咱们的好兄弟门三刀也在，大家好久不见了，一起聚一聚。好，恭喜！你花什么这么多呀？这是老板明天庆典的时候家洛兄送给我的，给我个面子。这个是因为家洛兄给我面子，我感激你的，收好。哎呀，太匆忙了，没带礼物啊！我是说，没准备家洛兄你的礼物。这不用，你开业大吉，理应我送你礼才是，收去。没错啊，就是我应该准备好你送我的才是嘛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兄弟之间不玩这些虚的，心意到了就好。前门啊。还有一个事儿，家洛兄，明天你最好能穿上你那身北洋的军装过来，
这样别人一看，兄弟我在军界那也是有人的。你记好了啊，前门军装，前门军装，前装金前金前前门军装，记住了。对，焦老兄，记好了啊。走，千万别忘了啊，焦老兄，千万别忘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也是我的同志。你认识云记？于培伦，字云记，7年前到日本留学。我和他是一起加入的同盟会。就在上个月，广州起义失败，云记被俘，宁死不降，从容就义。学术杀不了，革命党人犹杀不了。这句话就是他受审时所说。去年，裴伦同志赠给我这本书，在听到他的消息时，人已不在了。这句话就是得知他就义后我写下。同志，你一个王爷的女儿，北洋将领的妻子，你是同盟会。母亲是不是也加入了同盟会？我看这帮人啊，根本不知道顾他们的是谁。无妨，反正我们知道，除了日本人还会有谁。那女的应该叫青衣信封，或者是他手下。我去会会他们。哎，穆英雄，那可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怎么了？如今洋人，还是不要轻易动手的好。存清大人一直告诫我们，不要轻易招惹他们。好，那我去问问存清大人。穆青兄，那这些人先关起来。还关着干嘛？能帮着日本人对付咱们，就不用浪费粮食。找一些平日里没审过疑犯的新人们，拿他们练审，审到死。自属下追踪禁坛密藏以来，日本人一直在从中作梗。为首的叫青衣信封，他们已经数次偷袭、跟踪，甚至意图谋杀，如此猖獗，忍无可忍。
还请大人应允，让属下出手制裁。你怎么制裁？只要大人应允，属下今夜即可密杀秦一信封一行。杀了之后呢？属下可以将其做成意外。所以你是说，穆青因为你掌握了浮屠寺的秘密，所以才把你关在身边，然后因为这阵子他没法时刻看着你，就把你送到我这儿来。门三刀这个大内走狗，居然利用我！我马上陪你离开，你放心，我妥妥当当的把你安全送走。你去香港还是日本？不行，我不能走。不走？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吗？你是朝廷钦犯，是谋逆乱的，随时都能推到菜市口砍了的。听我的，马上走。文三刀那边我来解决，我看他敢不敢跟我要人。你先听我说，禁坛秘藏拥有者留下的遗愿，就是要把这笔财富赠与同盟会。我这次回国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个线索，协助联络的。现在谭县已经牺牲，清廷、北洋、日本人都想要抢夺宝藏，无论落到任何一方手里，都将会辜负很多人的心血，更是愧对了历经多年磨难的护宝传人。所以我要留下来，我要找到宝藏，而且我绝不能走，绝不能离开穆大人。你不能离开穆青？对。为什么？在浮屠寺的时候，穆大人不得已继承了菩提院的传承，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封印在什么地方。你有口令，所以只有你知道啊。事关重大，我暂时不能跟你说明，但是没有找到宝藏之前，我是不能离开穆大人的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？住在你这儿还不是帮我啊？这不算，这算我帮了门三刀这个朝廷鹰犬。哥哥，其实我觉得穆大人他不是寻常的鹰犬。他知道我是同盟会之后，没有把我送去刑部大牢，也没有对我进行严讯逼供，他甚至还表现出对我作为的理解。我觉得他有着对革命和革命党人的认识和同情。是啊，穆青他过去跟着先帝是一起参与过变法的，他不是那种陈旧思维的人。这段时间，我和穆大人就民主和维新都交流过，我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像那些清廷拥护者腐朽和愚忠，他是可以接受革命思潮的，是可以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如果能够说服他加入我们，帮助我们，那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。你想游说他加入革命，你觉得呢？我之前从来没和穆青聊过这些，但有一点你要知道，穆青是旗人，先帝过去要变法，他能接受；如果是同盟会搞革命，他未必会赞同。你不也是旗人吗？我留洋回来的。达摩传人王家洛，这该说是巧合呢，还是宿命？不管是巧合还是宿命，他这个传人都没有什么用。他根本没有封印，也不知道达摩封印究竟是什么。未必，他既然有传人的身份，就有可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。第二件事，下月初6，在一个叫保和客栈的地方，有一个南少林传人30年之约，如无意外，将会是4位传人见面的日子。4份封印会聚齐，不知道他们都会不会去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聚齐。戒律和菩提封印在卓不凡和门三刀的手上，他2人肯定会去。王地宝也会去，但他手上没有封印。关键是，事关宝藏的第4个人可能会去。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？门三刀在查，他动用了内务府大量的资源，应该会查到。第3件事呢？
王地宝和他的老疯子师傅身上有一个同样的纹身，我想可能是师门传承，但也许没有那么简单。纹身或许是地图，也有可能是封印，这个疑点不能不查。我需要一台微型相机拍下王地宝身上的纹身，还是 X-Pro 吧，我用过。好，你拍下来，我安排专家去分析，如果有什么隐藏信息，一定能够查出来。你已经说服王地宝了。他是一个极其保守和讲传统规矩的男人，但他也是一个男人。杀了你就清爽了，事儿全到我这儿来了。母亲啊，现在的日本人惹不起啊，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时局太敏感了。不但日本人惹不起，德国人、英国人那帮洋鬼子都惹不起。一旦让他们拿自个儿的国民死在京城来做文章，很容易就被他们搞得离谱了。弄不好还得割地赔款，太不值当了。要忍，就是要忍，还是要忍。洋人定的事儿怎么改？这儿是租界，你们内务府无权在这儿执法。年年割地，年年赔钱。爷慢走慢走，常来常来啊！这里面不能进，滚！叫青衣信封出来见我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祖宗，叫青衣信封滚出来见我。就是。又失手了。安排了17个人，可是人全都不见了。什么叫全都不见了？一个都找不到，毫无踪迹。青衣信封，滚出来见我！怎么又是他？我们都避开他了呀。从后门走，这里是会馆，他也不敢惹事。青衣信封，你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聋了吗？喊你，你没听见啊？母亲大人，您赏光来我这儿，我总得换件衣服再出来见你。你是卖的呀？见客还有见客的衣服？竟敢如此无礼！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贵客第一次来我们这儿，我们不能没有礼数，你说是吧，母亲大人？一个下人在主子说话的时候随便插嘴，确实没有礼数。让他自己扇自己一个巴掌，我恕他口无遮拦之罪；要不然，这个巴掌就是由我来扇。母亲大人，这里是日本会馆，
您若是来喝茶聊天的，我们自然以礼相待。我把门都给你砸了，你觉得我是来喝茶聊天的？内务府的大人不会不知道擅闯别国会馆的后果是什么吧？那你知不知道行刺内务府大人是什么后果？知不知道行刺王爷是什么后果？你雇佣17人携带兵刃，埋伏在王爷府外，意欲行刺齐亲王重罪，铁证如山。我就算杀你全馆上下，又有谁能奈我何？若真铁证如山，恐怕我这会馆已经被你的人围堵了好几层了。你一个人来，不就是告诉我说你没有证据吗？人你抓了又怎么样？那些都是你们京城人，你怎么证明他们不是诬陷我？拦住他！我说了，你自己不动手，就由我来删。证据这种东西随时都能有，只要我想把你的人抓回去时，我让他们说你是个男的，他们都得乖乖招供画押。你几次派人跟踪我，那些人有几个回来？明知道你的人都死在我手里，你能怎样？我现在直接把你们全部诛杀，你又能如何？母亲大人厉害，敢不顾两国邦交。邦交，你还真好意思说呀？你要是不招惹我，我何时看过你一眼？青衣信封。我今后行事，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败类。记住我说的话，否则下次就不是扇脸了。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你劳顿那么多日，得好好补补。我真的喝不下了，你不困啊？我不困，这么久了，我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同志，我兴奋还来不及呢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云姬从来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，她说我身份特殊，最好隐藏起来，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所以平日里我就是个游手好闲、吃喝玩乐的哥哥，无所事事。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做点事。你们之前是查到了福建，南少林以前也是在福建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件事很可能跟我爹和仲海潮有关系。怎么了？仲海潮一直是负责北洋在京城一带的驻军，这是个重要的位置。但最近我爹好像动了一些关系，让他调任福建。我之前没在意，现在想想，会不会就是为了密葬？他什么时候去？这几天就走了。等他走了，到时咱俩就自在多了。你和你先生，我怎么总觉得你和你先生好像不是很亲密？我是王爷的女儿，我的婚姻根本就没得选择。之前你不是问过我，为什么我和穆青会那么熟吗？我和他是初恋。穆青还是先帝的御前带刀侍卫时，我们就相识了。只是碍于门第差别，谁都没有说破。穆青不小心在御前把给我做的香囊掉了出来，被先帝看到了。先帝知道了我俩的事情。先帝从小就疼我，穆青又是他最欣赏的御前带刀侍卫。先帝说，都要变法了，还在乎什么门第？但为了让我爹能接受，先帝先是破例把穆青从正3品升至正2品，
说变法之后，再升他为1品大员，然后给我们做天子媒，然后就变法了，然后百日维新就失败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没多久，父亲就给我安排了婚事。钟海潮就是他选中的人。母亲，我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，我要有事业，要看得更远，所以我不能有选择。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，跟我一样留过洋，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，前途无量。大清日益动荡，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，越来越不重要，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，尤其北洋。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。我是格格，他是军人，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。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，我必须忘了你。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，你也一样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，花辞树。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，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。真是个可恨可恶的时代。母亲最恨就是袁世凯和北洋，而我偏偏嫁给了一个北洋军官。可想而知，母亲心里是有多么难受啊！我也是旗人，为什么我会加入同盟会？因为我恨我经历的这一切，又无可奈何。直到我遇到了云姬，他给我看了那些书，他让我明白，我可以就这样任由时间把一切抹去，我也可以挣扎和反抗，去摧毁这个无法让我们去做自己的时代。我是旗人，是王爷的女儿，出身是我无法选择的，加入同盟会是我的选择，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选择。穆大人也会像你这么想吗？我希望他可以。如果你可以游说他，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概率会很高的。我可以试一试。对了，穆大人身上有一处纹身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福土司的方丈就是因为看见他的纹身才让他进去的。那个纹身纹的是环绕在一起的鸽子、毒蛇和猪。为什么要纹这个？我问过他，他也不知道，说是师父给他纹的，可能是提醒他时刻自省吧。这个纹身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
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方丈看见这个纹身，就认定他是菩提院的传人，可能这是他们师门的标记吧。他师父也是想要维新的人，先帝也是要维新的。我想，母亲会接受我们的。他是我们必须争取过来的人。真快啊！天都要亮了。是啊，天就要亮了。